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 Marlon Desmond。虽然基本上没有更新过我关于工作相关的内容啊，但是从我的 ID 就可以知道，我是一名程序员。而我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呢，就是我是一名 base 在重庆的程序员。那么一直认为是互联网荒漠的重庆，在2022年到底有哪些技术岗位的机会呢？这个问题今天就由我这位土著为大家抛砖引玉、刮一漏万的盘点一番。本来呢，这个专题我去年就想整理出来讲一讲然而身患拖延症嘛，再加上资料一直不太齐全，就一直没能跟大家见面。而刚刚过去的2022年第一季度关于互联网行业裁员的消息是此起彼伏我在想这个再不大出讲，会不会就直接没了这个行业？不过开个玩笑不过时间确实不等人我们直接进入正题。我呢，将按照我的了解，将重庆互联网企业划分为4个大类：一线大厂的分支机构、互联网金融公司、以车联网为主的产业互联网公司，以及重庆老牌的一些 IT 企业。盘点互联网企业，大家最好奇的肯定是薪资了。我也是根据我的道听途说以毕业3到5年最精壮社招人为标准，普遍年薪可以达到40万以上的给5颗星，年薪30万以上的呢给4颗星，普遍年薪20万以上的就给3颗星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呢，默认公司的全额5现一金公积金比例按12来缴。除此之外呢，大家应该也很关心工作强度。我们以965为标准工时因为996几乎比标准工时每月多出10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么我们以标准工时为10颗星，每月每多加班10个小时，我们就减掉1颗星事先声明一下，本视频的信息呢，私下收集加道听途说的成分非常多加上个体差异、时间演变准确度难免会下降。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更准确的信息不妨在弹幕中留言补充帮助后来的观众朋友们。好了 ，disclaimer 播完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盘点了。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大类，一线大厂的重庆分支机构。这些公司不仅仅在重庆给出了 T0级别的薪资待遇，而且因为其成熟的技术体系、名声在外的金字招牌，更是许多求职者眼中的加分项。首先要讲的是蚂蚁金服，它背靠国内技术布道的老大哥阿里巴巴，身披着新的消费金融公司的全新华服。作为不可多得的一线大厂在重庆的核心部门让人很难忽视它的存在。过去呢，它在光电园高科总部广场。21年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技术岗位都搬到了县子。南岸弹子石中训时代，这也是目前有南岸 CBD 之称的弹子石总部经济区唯一一栋盖好的新楼。目前呢，蚂蚁金服在重庆一共有100人左右的技术团队，包括 Java 后端算法 SRE 测试前端薪资待遇是妥妥的5星级。毕竟当年弹子石的房价都因为这栋大楼的落成而涨价。工作节奏上呢他们执行的是995为标准每周3、每周5为高效日，大概是6颗星的样子。旗鼓相当的还有字节跳动旗下的懂车帝，虽然新藏和字节只有1个跳动但是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懂车帝雄踞在重庆最像 CBD 的区域江北嘴国金中心。很多人误以为呢字节跳动在大屏重庆天地但是那里实际上是审核岗与广告渠道商类似的。B 站和爱奇艺其实在重庆也有审核岗，但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话说回懂车帝，他们在重庆的研发团队呢，有 Python、Go 的后端算法、数仓、前端 iOS 和安卓是御三家中唯一有移动开发的企业。薪资待遇也是5颗星甚至可能略高于我们之前提到蚂蚁金服。但是一体两面工作节奏上会更忙一点整体会在4、5颗星左右。3分天下的还有腾讯腾讯在重庆的主体呢是 CSIG 的全资子公司，据说用工形式被称为类包之前公积金和待遇较正式职工有些差距但是后来有了显著的提升现在也无愧为3巨头之一。曾几何时呢，算是3大家中技术岗位最多的主要负责腾讯云的专有云解决方案的搭建相关岗位有架构师、大数据、数据安全、前端开发相传CSIG 是前一轮腾讯裁员的重灾区不知道对重庆的部门会不会影响那工作地点呢会在财富中心传说中的腾讯西南总部薪资呢大概有4颗星，那相对来说工作节奏会好一点可以有7颗星左右的样子。好了，盘点完3巨头就该到按分门别类盘点的时候了。近些年重庆互联网的机会呢，一方面源于本地开放的金融环境，另一方面呢依托于本地的老牌工业基础而前者就是一众互联网金融公司在重庆扎堆的原因了。前面提到的蚂蚁金服可以算是这类公司的领头羊。实际上，在重庆的第一家消费金融公司呢，应该是马上金融，其办公地点呢在光电园，从2B 地铁口出来就是他们大大的 logo。薪资应该能够给得上4颗星，但是5险一金貌似是按80%的额度缴纳不过从卖上的评论区来看，这里工作节奏会比较狂野跟字节一样，大概只有4、5颗星的样子。之前小米金融呢在重庆好像也招了一些人，但是目前其网站已经找不到相关的招聘信息。其私下我私下也
不认识相关的人士了，印象中他们的体量比较小。观众朋友们如果有知道，可以在弹幕里补充啊。不过最近小米有在重庆招芯片的人才当然这也是超过了今天的话题了。除了纯粹的这种互联网金融公司呢，还有依托银行金融机构的技术部门在外卖上一直有人拿来比较重庆江北嘴的哼哈二将，一个是重庆农商行，另外一个是西南证券。这两家考虑时薪也是非常香的单位了。农商行大概有4颗星一样，差一点点的待遇吧，但是据说有额外的企业年金，工作节奏上8颗星。西南证券大概是3颗星多一点的待遇，工作节奏可以算是9颗星了。不过据说这两家招聘都是98521的硕士起步哦。如果说蚂蚁金服是前面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领头羊，那么懂车帝也可以说是后面这一类公司的排头兵了。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21世纪后电子制造业、汽车产业都有所发展，而这2年注重体验的新能源汽车呢又如火如荼，给原本纯互联网的技术人才呢又提供了新的舞台。长安汽车呢应该是重庆本土最具实力的车企了，旗下长安汽车软件呢被是在仙桃数据库，据说这2年他们的绩效都很好，年终奖多达5个多月，导致他们的薪资基本上可以评得上4颗星了，工作节奏呢大概是6颗星左右。不过大多数产业互联网企业最大的问题呢，还是工作地离城市中心区有点远只能说是立好中央公园了。最近也就是2022年的3月长安的劲敌吉利也开始在重庆建立研发队伍了，目前在招软件架构、前端等岗位薪资我估计会参考长安给到4颗星的水平。相对长安，他们最大的优势还是办公地点在光电园互联网产业园10栋门牌号都帮各位给问好了。我感觉重庆车联网职场最近可能还是有的好看的。理论上说车联网最重要的选手应该是华为毕竟重庆产业互联网的企业好多都是靠华为回流川渝的员工壮大起来的。我也了解到华为的问界木部分研发工作好像就在重庆，但是华为到底在重庆有没有车联网的部门我是不知道的。观众老爷们可以弹幕补充一下。另外仙桃数据库那边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企业传音控股这个是做工业的，规模比较大，他们也可以算是给到4颗星的待遇。不过公积金比例好像是按照非绩效部分的7%，以及工作节奏呢6颗星左右吧。还有李家的大陆汽车3星级的待遇，8星级的工作节奏以及龙溪那边有赛力斯，大平那边有特斯联。但是这些的具体情况就需要弹幕补充了。说完了这些新贵我们还是回头来看一下一直以来就在重庆扎根发展的老牌企业。首先呢，就是重庆人熟知的重庆互联网的黄埔军校互联网产业园的地主猪八戒。因为上面提到的公司呢，有太多都是从猪八戒出来到北上杭深打拼之后回到重庆的人才。猪八戒创立的时间很久，但是移动互联网之后呢，爆发增长乏力。当然这是细分领域有关因为国外最大的微客平台 freelancer.com 现在的市值也只有10亿人民币左右。不过更多的问题可能还是因为这是一个不进则退的时代关于它的薪资待遇呢，还有工作强度呢，就有小伙伴们在弹幕里补充吧，我是不太了解的。曾几何时呢，对重庆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猪八戒就是清华北大，上面还有个中科院他们说就是中医物联网。中医物联网呢位置也很好，现在还在光电园，差不多可以达到3颗星的差一点的待遇吧。但是基本上不加班可能算是9颗星的工作节奏了。还有一个云从科技，云从的重心呢虽然早已就移到了广州不过人就可以看到他们在招 Java 和 C++ 的人才据说薪资也是3星差一点点，工作节奏呢但是可以达到8颗星的样子。其实除了前面讲的这么多公司之外重庆显然还有一些小而美的技术工团队比如说游戏开发领域戴森球计划的开发商柚子，猫工作室，波西亚时光的开发商帕斯亚科技。如果你们知道有其他吸引人的初创类企业也请不要闷声发大财快快分享出来。当然借楼做一下招聘也不是不可以，也是很欢迎，大家注意甄别一下就好。最后的最后呢，重庆技术人还有一股力量虽然现在还是散兵游勇但是也日渐不可忽视，那就是base在重庆的远程工作者，或者是因为家乡的眷恋吧，或者是因为重庆独特的城市魅力，或者是因为较低的生活成本重庆还是吸引了一些程序员定居于此，并选择远程工作的UP 主知道的呢，诸如serverless 的contributor 开源大佬 Team 千，还有开发 server 这样的一个大佬叫一瑞同学还有一位一线城市初创公司的 CTO。同学们还知道哪些重庆周围的 remote 大佬呢？赶快让我也长长见识吧。当然UP 主本身呢也是一名远程工作者，17年到19年的时候，为澳大利亚一家名叫 Spriggy 的 FinTech startup 工作。21年开始呢，为硅谷的某 startup 工作。
Actually, we are sometimes hiring, so if you have an adequate English skill and you happen to write Ruby backend, iOS or Android, make sure to send me an email via z@rimme.net. I'm glad to talk.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一键三连可以让更多的小伙伴分享这些信息哦。拜拜，下班。